今天我们又来找肘子吃了啊！这家肘子好像是不错，给你们看看，就是这家的，听说开了很久，就它了，哇，又涨价了。这个叫雀皮肘子，其实它就是烧那个猪皮的时候会烧出有点褶皱，所以它会看起来有一点就是格格棱棱、麻麻咧咧的那种。先来块肘子皮，颜色有点黑呀。汤汁呢，应该是勾过芡的那种。还可以。它这个跟酱肘子味儿不太一样，它没有那么重的酱香味儿，它是那种浓稠的那种勾芡的汤汁，炖的也很软和。你快尝尝一口瘦肉啊！它这个瘦肉其实炖的也挺烂乎的，然后这汤汁是有一点那种就是芡汁的感觉，比较能包得住这个肉。但是它居然涨价了，我记得它年前好像才98，就一下涨到128。过个年猪涨价了。我觉得整体还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过了油。你看这一块，就很明显的是油炸过的痕迹。应该是油煸了一下。肘皮，哇，还可以，不过比起阿姨炖的肘子还是略逊色了一点点。然后尝一下它那个芝麻鸭方，这个菜现在还比较少了，感觉就不是那种很家常的菜。你看它是这个鸭肉，然后上面是芝麻，还是挺费功夫的一道菜。然后旁边会配上孜然。烤鸭的瘦肉的感觉，然后外面那一层是微微的焦脆。我觉得它可能会是烤鸭的边边的一些肉做的，但是的确还是挺好吃的。好，这个菜好像有好几道工序，一般就是烤鸭店有的地儿会做这个。就我觉得可能是烤鸭皮啊，连皮就是带肉，比如说鸭脊骨的那个部分，然后贵州嫩鸡，这是他们家推荐菜第一。然后用的是这种鸡片，感觉像鸡腿肉一类的，然后和洋葱一起炒的。这个好吃。它像宫保鸡丁的那个汁儿，就有一点小荔枝口的感觉。这鸡片很嫩哎，就宫保鸡丁的那个汁儿，然后勾那个大片的那个鸡片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洋葱，因为洋葱它也会回一点甜口嘛。但是这个真的特别嫩，超级嫩。贵州真的有这道菜吗？麻酱糖饼，它长得着实不是很讨喜，但我刚才吃了一块还挺好吃的。它是特别朴素的那种饼，然后中间应该是芝麻酱调点红糖，就也不是很爆浆，然后也不是特别好看，但是特别软和，口感特别好。还有一个麻酱咸饼，应该就是芝麻酱调盐吧，特别软和的那种家常烙饼。如果你们来的话，建议你们一定要点贵州嫩鸡，肘子也还可以，但是涨价了，实在有点贵。我真的觉得以后我都要连肘子都要吃不起了。没事，去我们家吃。还行。然后他们家米饭好像是按位上，可以跟他要一下。哎，您好，帮我们上一下米饭。其实这个饼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真的挺好吃的。但是今天最惊喜的是这个贵州嫩鸡。对。这个芝麻就是麻酱甜饼，那个皮儿吃着特别像炸元宵外边那层皮儿。是吗？就特别软，我不知道它怎么，这是烫面啊还是什么面，但它也是死面，但就是特别软，就是很朴素的那种好吃。芝麻鸭方应该，我觉得它就是烤鸭的一个
附属品，对。你看它里面那个鸭子肉，还来干肘子吧。其实这炖的也挺脱骨的，你看，鸡肉就出来了，就没有那么浓郁的酱香味儿。那种前汁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保温。这个店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，他住亚运村附近，说开了挺多年了。之前一直想来，但我们来亚运村这边实在是太少了。来块肘子皮。肘子的精华全在皮上，瘦肉就逊色多了。他们家米饭是2块钱一位。嗨，哇，米饭还挺烫。可以把这个肘子肉杵碎，就变成了肘子拌饭。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。肘子拌饭，这个这么吃可以试试。它这个肘子的芡汁儿就特别适合拌米饭。一般像酱肘子那种汤，就是因为它不勾芡嘛，它就是那种正常汤的浓度，所以那个比较适合泡饼。勾芡汤最适合拌饭。然后还有那个贵州嫩鸡，真的一定要拌饭吃。像那个汁儿不拌饭简直太可惜了。看它那个底下那个汁儿很浓啊，就不剩啥了。然后我看能不能给它拌匀吧，看起来有点微较劲啊。我找到了种园地三鲜那个感觉，好像也还可以哈。你来一口不来？不吃了。不吃了。小姐姐又吃饱了。说的像宫保鸡丁，但它相较于宫保鸡丁，它会没有那么辣，然后着重于它的酸甜口，然后多加了一点甜口，感觉应该是就是这个洋葱呛起来的那种回甜的味道，就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。这个菜在他们家算便宜的，32嘛。是不是真的今年猪太贵了？就肘子都觉得都是我吃不起的价格了，快。虽然我是冲着他们家大肘子来的，但是这个大肘子说实话，就是没有给我特别惊喜的感觉，就是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很惊喜的。我觉得整体来讲，他们家可以给80分吧。作为比如说像家庭附近的日常吃饭什么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可能也是因为城里的物价本来就比我们昌平要贵，所以我也就欣然接受。但我看他家手掰豆腐好便宜，是吗？一个砂锅才8块8。下回可以尝尝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一定要来吃贵州嫩鸡扣饭，还有那个脆皮肘子扣饭比扣饼更香。拜拜。